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1期的亚当球鞋，我是您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欧文在耐克旗下最后的一双签名鞋 Carry 8。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球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作为第8代的欧文正代鞋款，在外观方面，我个人觉得这双鞋真的可以说是最丑的一双了。我相信看法跟我相同的朋友一定不在少数，对吧？这一双欧文8代刚推出不久，才仅仅发售了这一个配色，第二个配色正准备开卖，欧文就出事了。最后面向消费者发售的配色只剩下这一个首发的黑白。如果你想要购买别的配色，只能选择加价。但是作为一个一直以平价为卖点的系列，要加价购买，我觉得真的是犯不上。而且这颜值真的是不行。那不说颜值，就光说实战性能，它也不值得去加价购买。在大底方面，跟欧文历代最大的区别就是肉眼可见的，它的大底造型从夸张的弧形变成了相对比较平整的外形。欧文的篮球鞋从2代开始就一直使用夸张的弧形外底，在篮球鞋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那之前，很少会有球鞋采用这一种弧形的外底，但是自从欧文的篮球鞋搭载着弧形外底出现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做出了类似的产品。不过这一次，欧文8代的大底外形又开始恢复到了相对比较平整的外形，总觉得这双鞋并没有那么多欧文的味道了，并且它在大底的抓地力方面也是欧文的所有正代鞋款当中最糟糕的一双了。它的大底纹路跟 GT Cut 2相似度非常高，前掌同样采用了这种非常粗犷的纹路布置。在木地板上面实战，你脚底下的抓地力跟一起打球的兄弟们相比是要明显差一些的。不过在吸灰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灰尘对于这一双鞋抓地力的影响并不大。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依旧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用的一个水平。不过粗犷的纹路让它在耐磨性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搭载了 XDR 耐磨橡胶的，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测试下的读数在70左右，硬度非常高，穿它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即使是水泥地也不在话下。但是从弧形大底变为了现在相对比较平整的大底造型之后，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是不如之前几代的，并且它的前掌气垫也从5代开始就一直使用的 Zoom Turbo 改为了 Zoom Strobo， 确实在前掌的脚感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一上脚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底的软弹，不管是前掌的气垫还是后掌的泡棉都非常柔软，脚感确实非常优秀。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确实还是不错的，缓震的力度以及缓震的极限都有着明显的提升。穿这一双鞋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完全不会出现震脚的感觉，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整体的脚感以及缓震的表现确实提升不小，但是它在反应性以及场地感方面的下降也同样非常明显。在突破的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它前掌气垫的泄力感，并且跟之前几代搭载 Zoom Turbo 的欧文篮球鞋有着明显区别。之前搭载 Zoom Turbo 的鞋款是非常适合喜欢变向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的，而这一次换了 Zoom Strobo 之后，它更加适合喜欢直线突破的朋友去进行选择，更加像是威少的篮球鞋所带给大家的感觉。不过前掌的 Zoom Turbo 能让你在发力起跳的时候提供给你一定的助力效果，气垫的反馈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全掌的泡棉框架让球鞋拥有了非常出色的中底滚动感，中底的 TPU 片这一次明显是下了狠料，用手完全没有办法扭动它。这不仅让球鞋在整体的刚性方面有了非常出色的表现，也同时让它在中底的滚动感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跑动的感觉非常棒，中底的过渡非常丝滑，球鞋中底的龙骨落差也比较合适，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是前低后高的感觉。不管是全场的实战还是半场的实战，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
而在鞋面方面，使用了全身的 TPU 纱线作为球鞋的鞋面，鞋面的强度非常高，并且延展性非常低。但是这同样带来了鞋面非常硬的一个问题。好在球鞋的内部填充做得非常厚实，穿在脚上，不管是静态穿着还是动态体验上面，它在鞋面的舒适度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窄脚的朋友如果选择这一双鞋，它在前掌的包裹和锁定会有所欠缺。球鞋的鞋带布置略微有一些靠后，并且在脚趾上方的空间略微有点大。上脚之后能明显感觉到球鞋在前端的包裹并不是特别出色。如果穿这一双鞋打球，在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脚在鞋内的位移。不过得益于它较厚的内部填充，在中后段的锁定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并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而后跟处的鞋面在强度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非常硬，并且球鞋侧面的耐克标志也一直延伸至了脚后跟，对于后跟处的鞋面强度有着一定的加强效果。在脚踝处的支撑表现非常出色，完全没有问题。在足弓处的支撑也同样优秀，球鞋在足弓处做出了明显的内收以及上扳，球鞋的中底能够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在足弓处的支撑表现也非常棒。这一双鞋的整体支撑抗扭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它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底的整体造型比较平整，并且大底也比较宽大，在前后掌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中底的泡棉有人说是用了 React， 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它比 React 是明显要硬一些的，跟 KD15 的中底泡棉有点相似。在运动的过程中，中底泡棉并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整体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穿它打球不会有不放心的感觉。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欧文8代，重量是370克，在重量方面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不过球鞋的中下部分占据了球鞋的大部分重量，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没有特别的轻质。不过毕竟它的数值就在这儿放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上脚的体感重量虽然算不上特别轻质，但是也绝对不会觉得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确实跟以往的欧文签名鞋区别非常大，没有了夸张的弧形外底，没有了 Zoom Turbo， 并且在整体的支撑抗扭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穿在脚上的感觉反而更像是威少的鞋款。它的前掌特别的澎湃，非常适合喜欢直线加速的朋友进行选择，并且大底的纹路深度和粗度都非常夸张，再搭配上 XDR 耐磨橡胶，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非常棒，非常出色。如果你想要一双前掌澎湃又非常耐磨的篮球鞋，那这双欧文8代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的价格对比它的外观，这外观真的是太丑了。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因为这一双鞋的鞋带布置略微有一些靠后，并且在脚趾上方的空间略微有一些偏大，窄脚的朋友穿它还是会觉得前掌的锁定会有所欠缺。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